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前阵子海贝斯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配件，加了个5.1千电阻的 C to C 的转接头。乍一看不知道是要干什么的。我们呢也买了一个给大家讲解。那原装的 PS 的手柄是一个 Micro B 的接口不妨可以改装成一个 USB-C 的接口就不用专门再去留一根 Micro B 的充电线了。但这个改装它并不完美它只能用Type A 转 Type C 的一个数据线用不了 Type C to Type C 的数据线。那不论是充电还是传数据都不行。那某些制造年代比较久远的小电器呢，比如说我这个21年买的小剃须刀，也是 A to C 的线能充电，但是 C to C 的线就不可以为了方便称呼不妨将它们称为非标 Type C 设备。那么注意看了，就在手柄的非标 Type C 接口上，先插一个这个海贝斯的转接头。再插 C to C 的数据线，通了，充电数据都没问题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从最简单的 C to C 的充电开始分析一边是供电端 Source， 另一边是用电端 Sink。那接口插好之后呢，两边都不会马上供电需要握手也能理解一来呢 Type C 充电能支持非常多的电流、电压档位。两边不交换一下信息，肯定没有办法确认功率。哪怕就是一正一负，就2根线的纯 DC 接口的充电器呢，里面一般都会带一个识别电阻项的用电端通告自己的功率呢。二来呢 ，C to C 的线是没有方向的，那么怎么判断这两端的设备谁是供电谁是用电呢？也是需要握手。这是一个 USB-C 的母口的截面示意图 ，A5B5 定义为 CC 引脚。那显然呢 ，A5B5 是中心对称的这是实现 USB-C 正反盲插的基础。而换到线材的那一头的 C 口的供口虽然说 A5 仍然是 CC 引脚，但是 B5 呢换成了 VCONN。换句话说呢 ，USB-C 供口并不是严格对称，供口 A5CC 对母口 B5CC， 供口 A5CC 对母口 A5CC。这是2个方向母口通过识别供口的 A5 呢，就能够判别方向。不过 C to C 的纯充电的话，那供口的插入方向倒不是那么重要的总之，你的 CC 引脚和我的 CC 引脚，那通过 C to C 的导线相连，电路可以抽象成这样左边的绿色系代表供电母口上的3个关键引脚，中间的蓝色系虚线代表 C to C 的线缆。它负责从供电端连接到右侧的红色系的用电端母口。USB-C 的接口规范规定呢，用作供电端的 CC 引脚呢，需要通过一颗电阻连接到 V-bus， 那这个接法叫做上拉。而用电端的 CC 引脚需要通过一颗电阻连接到 GND， 也就是下拉。上拉和下拉的应该坐在两边的母头这也很好懂。你要是再坐在线上的话，那 C to C 的数据线那不就有方向了吗？这样不就构成了一个从电流的 Source 端的 V-bus 到 Source 端的 CC 走 C to C 的导线连接 Sink 端的 CC， 到达世界最高城礼堂。不，到达 Sink 端的 GND 的完全通路。虽然说因为 RP 和 RD 都是1000欧级别的组织呢，就导致这条通路其实走不了多大电流，但是不要紧。CC 引脚这条通路呢，本身就是用于识别和握手的。通过识别对面的电阻，那 Source 端确定了对面是一个有效的 Sink， 那 Sink 端也确认了对面是一个有效的 Source， 那整体的体系进入了已经连接的状态，并从 V-bus 先走一个默认的无负电压。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些 USB-C 的设备没有办法使用 C to C 的线供电？因为它的母口的 CC 引脚并没有通过电阻下拉到 GND从 V-bus 到 CC 引脚到 C to C 的线走到 Sink 端的 CC 引脚后呢，通路就断掉了。Source 端识别到的 Sink 就是一个无穷大的组织，不符合协议的规定，所以说就拒绝供电。那海贝斯的转接头可以为没有 CC 引脚、没做下拉的设备补上这一道手续。原本的电路中呢，插入这么一段新的黄色系，新插入的电路的 CC 引脚直接完成了下拉接地。那后面的电路哪怕断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聪明的观众会发现，我们插在电路也有小心思这里是断的，也就是转接头母头的 CC 脚并没有接通供头的 CC 脚。有说法吗？您好，有的。假如这里没有断掉，并且转接头连接一个母口上做了5.1千欧下拉的电阻的标准 Type C 鼠标，会怎么样呢？还是回到电路，这里通了，
这里再补上一个下拉电阻，形式上呢就是2个5.1千欧并联。此时在 Source 端看来呢，自己相当于接了一个阻值2.55千欧的设备。根据 USB-C 的规范呢，下拉阻值不是随便都可以的。2.55千欧相比于标准的5.1千欧，偏离值就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啊。Source 端完全可以不给你的鼠标供电。反之呢，如果将这里截断，那不管转接头后面的电路怎么样呢，下拉与否呢，都只取决于转接头母口上的电路了。就翻译一下呢，说如果接通母口的 CC 角和公头的 CC 角啊，那么转接头虽然可以给非标的 Type C 设备用，但是反倒不能给标准的 Type C 去用了。但是这种不接通的设计有没有什么缺点？你好，也是有的。这样的设计会让转接头有方向之分。那之前都是 Source 到 CC 线到转接头到 Sync 的接法，现在我们尝试将转接头放到 Source 和 CC 线之间，好，顺序感又不通电了。原理也很好懂啊，就继续看这个电路。我们将这块电路径向翻转移动到左边，看出问题了吗？ Source 端的 CC 引脚一出家门就看见断头路了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到南京了呢。翻译一下呢，因为海贝斯选择了截断母头的 CC 角和公头的 CC 角，所以说做出来的转接头只能插在 C2C 线和用电端之间，而不能插在 C2C 线和供电端之间。最终从效果上来说呢，就不管是什么设备啊，只要插上这个转接头，那这个 Source 端都只会认为自己在和转接头握手。那显然呢，即使你的设备原来能够支持高压高功率，海贝斯转接头也不可能支持，那只能5伏去凑合用。按理说，分析完了海贝斯的这个转接头呢，就应该 say goodbye 了。但是屏幕前的好奇宝宝肯定要问，那凭什么非标的 Type C 设备插上 A to C 的线，就能充电呢？它不需要转接头呢？很多的 USB-A 的 V-Bus 是常供5伏的，至少在大量的 PC 充电头、移动电源上都是如此，并不依赖 CC 来决定是否供电，因为 USB-A 它根本没有 CC 引脚。但是 USB-A 无条件给电的这个霸道总裁的作风啊，偶尔也会遇到不是这套的保洁小妹。那几年前的 iPhone 15刚换 Type C 接口的时候呢，大家会发现华为的充电器加上华为的 A to C 的线，它居然充不了 iPhone 15系列，甚至都上了热搜。原因也不神秘，那华为的 A to C 的线在 USB-C 的公头上做了2个上拉电阻作为快充识别。再回顾一下 USB-C 的公头的线序，那只有1个引脚被用作了 CC， 但是华为却给了2个上拉电阻，就哪怕不谈任何的电路细节，你也会感觉怪怪的。就 iPhone 通过 CC 引脚确认来者是一根非标的充电线啊，于是就拒绝了取电。是的，哪怕充电线愿意给电，那俺也不要。我们拜托华为加苹果双持的朋友试了一下，那确实就是线的问题。华为线不管换什么充电头，都充不了 USB-C 口的苹果设备。那么为什么华为的 A to C 的线能给其他的国产手机充电用呢？因为那些充电宝和手机它特地做了兼容呗。为什么其他品牌的魔改的 A to C 的线能充苹果设备呢？因为他们采用了识别芯片加魔改 A 口的高成本方案， C 口那一侧就没有特别离谱的魔改了。总之啊，那 A to C 的充电和 C to C 的充电的运行逻辑确实不大一样。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。本期视频呢，只是解释了 CC 引脚如何握手的问题，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涉及，比如说后续是如何通过互换 PD、VDM 豹纹完成协商，从5伏切换到更高的电压、更大的功率啦。那万一协商失败了怎么办？再比如说 USB-C 母口上的2个 CC 引脚，为什么必须各自独立下拉到 GND， 而不能并联后下拉呢？再比如说 USB-C 接口的手机和充电宝，又为什么既能被充电，又能向外放电呢？等等等等啊，都没有讲到啊。这里就推荐几个不错视频给大家看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今天节目到这里，不知道你是否听清楚了我上面讲的一串东西呢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如果观众不要点小铃铛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， 你们点赞对我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潮玩哥 CLK”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开2个淘宝店铺“潮玩哥”的数码，这是潮玩哥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